汪老师，段乾是无辜的。我看过他 U 盘里文件夹移动的时间了，就是12点37分，没错。这能证明什么呀？他可以一边烤东西一边偷看答案啊！再说了，邝耿都已经看见了呀。我们来假设一下吧，如果大家是段乾的话，你们会选择先偷看题，还是先拷贝文件？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应该会趁着没人，先看完答案。这样的话，我还能用拷贝文件来掩盖。段乾的 U 盘里现在是有文件的，如果他真的是作案人，就说明他已经从容地完成了偷看题目还有拷贝文件这一掩盖动作。但现在的作案现场看起来十分混乱，这说明作案人是慌慌张张逃走的，段乾不是作案人。不可能，你那一段分析只不过是假设罢了。邝耿同学，我记得你说过，中午午休的时候，只有段乾一个人回来过，对吗？对。那这个问题就很简单了，作案人不是段乾的话，就是你邝耿了。血口喷人！我当时正睡觉呢，可能中间有别人进来。今天中午的时候，我看到了回形针从你的裤兜里掉出来，我捡上来给你，但你却不承认。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是你的东西，你却不承认呢？我们再做一个假设，邝耿同学在今天中午之前就密谋着用回形针撬开门锁偷看答案。你终于等到中午午休，同学们都离开了教室，你等到了作案的机会。但偏偏这个时候，段乾回来了。所以邝耿同学只能装睡，等到段乾离开之后，你再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回形针，撬开锁，开始偷看答案。中途，你听到同学们朝教室走来的声音，你才慌慌张张地放回试卷答案。不过最后结果怎么样，听天由命吧。都没来得及清理现场，就仓促地逃走了。又是假设，你怎么这么能编呀？我警告你啊，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，你也谨慎发言。左心划痕呈左深右浅的斜向纹路，说明作案者是个左撇子。而这个教室里，只有邝耿同学是左撇子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大家可以看看书桌上书本、水杯摆放的位置，大家都摆在右边，只有邝耿一个人摆在了左边。而又因为我们需要经常写字，所以大家会把手表戴在不经常用的手腕上。大家可以看看邝耿同学的手表，他是戴在右手边的。我刚才看了一下，锁芯有一点点蓝色的痕迹，应该是回形针的镀层剥落。时间这么紧张，你应该也没有空处理回形针吧？所以我猜那枚撬锁的回形针还在你的裤兜里。王老师，你看，之夏，你今天沉着冷静，逻辑缜密，把真正作弊的人找出来，值得表扬。但老师还是要说你，你今天有点鲁莽了。啊？为什么？现在大家都在青春期，自尊面子比什么都重要。你刚才当众揭穿他，等于是树敌了，懂吗？我明白了，但当时他们在诬陷段启言，情况危急，我没顾上这么多。理解。如果以后再出现类似的情况，把你的逻辑告诉老师，让老师当面解决。我是担心他要报复你怎么办呢？你一个女生，到时候谁来保护你？我。还有我，
从今天开始，我段启言誓死守护林之夏。你们3个这么送我回家，会不会太夸张了？哎，不夸张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夏姐，您不仅帮我找到了球星卡，还守住了我的清白，这对我来讲那是再造之恩啊！这样，夏姐，以后您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助的，第一时间告诉我。段前，你态度真是180度大转弯。你还好意思说，要不是因为你，他能有那么多麻烦吗？谁？怎么了？感觉你心事重重的。我昨天听你说，从现在开始我们只是对手，不是朋友。有了这个比赛，我们连朋友都不是了吗？其实那天组队之前，孔老师跟我说，你已经具备了提前上大学的能力，而我却不够资格。这句话确实触动了我。这次比赛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机会，所以之前组队的时候，我也刻意不跟你一组。我想全力以赴，不带任何杂念的，跟你来一场纯粹的较量。我也想看看努力了这么久，跟你到底有多少差距。这个比赛对你这么重要？对，非常重要。这是我在社交上遇到的又一次失败。我突然在怀疑，曾经那些一起努力的约定，只是我个人的幻觉。原来，必须要打败的对手，才是江玉白真正的骄傲，而朋友，不过是我自作多情的标签。